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道道都好吃餐餐陪住您的全球百年酱料品牌李锦记联合冠名播出。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金龙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常州近邻景宏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大力支持。你是用西餐做法吗？我烤，我没做过这个，从来没做过。烤啊？对，没吃过，也没做过，也没处理过。我也没吃过，我们都没吃过。那个牛舌你做过吃过吧？吃过，但不一样。I have never eat and tried this ingredient before. Now your first time. First time. 首先，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挺陌生的，大家都在爆炒，那我们又不会爆炒，我们就爆烤呗。第一次去用这么短的时间去用高压锅去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可以先把它做熟，然后我们再去烤嘛，来点烟火气嘛。我再用高压锅加了一些米酒、丁香、肉桂，还有一些柠檬，还有我烤过的洋葱，把这个猪肉的腥味带走。OK， 我做了2种酱，一种是用棕黄油做的，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芥末，然后加了一点洋葱在里面。另外一种是加了一点点香料跟黄油，加了一点点蜂蜜。心情怎么样？第一次做，心情特别复杂，刚才是空白的。哦，现在有信心了是吧？现在也没，但是得做。但我突然对你有了信心。对的，也很香，我感觉已经开始期待了。你为什么不做中餐？我总得做西餐，我又不能改。你为什么不能改？因为就我一个人了，我们有我们的领地。说得对，不能怂啊。起码你的菜也不行。完了，被点了。趁热出来的时候切开它，然后在炭火上直接烤。Looks very good。将牛油果、玉米、海椒、洋葱、番茄做成沙拉，用来解腻。大家可以像这种 family style， 然后去，享受这个，也可能是我的最后一餐。为什么你觉得这是你最后一餐？你这个自信心都没有吗？我一开始的时候很没信心，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做出来，甚至。哦、confident now? Yes, much. 完事儿。如果它再有一点点那种辣椒粉啊，或孜然粉啊，就有点那种蘸料。我没放，因为还是想守住我的底线。请评委们开始为这道菜打分。在1个半小时内能够完成这个，我已经满足了。现在公布毛心的分数，他的平均分是8.4分。For your first time, you should be very proud because you understand the ingredient, you cook it right, the texture is perfect, not too soft, not too hard, and the glaze is really good. 这也是应该是我第一次吃猪舌，我被美味到了，咬起来非常的酥嫩啊，我就会想说，如果你开一家这样子的店的话，我会去光临的，喝着啤酒配着这个烤肉，就是很爽，你知道我意思？谢谢，谢谢。外面的酱料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呢，大块的你吃到里面呢，味道就有点不足。
它因为不像生的烤嘛，生的我们烤个牛肉、烤个羊肉，哎，它那个味道很容易能够进得去。像熟了的这个猪舌，味道你在烤的时候刷酱的时候，这种味道是很难落到猪舌里面去的。好，谢谢老师。第一次处理这个食材不是很熟悉，导致猪舌里面味道不足。牛舌做过，猪舌没做过，主要是对这个食材不太了解。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在预制处理的时候，舌苔怎么去？煮太够了，煮太够了。这不能烫久了吗？对，泡久了，烫锅了。当时是想把它烫完了以后呢就刮，结果刮不掉。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它粘得很深了，没办法脱掉。所以这个还是经验不足，因为以前没有处理这个食材，对于它预处理都比较茫然。得刮一下，现在拿勺子那是。什么勺啊？这个勺啊？这勺刮不下来，不踏实，不行。你这成心气我，徐师傅。这个放在案板上刮哟，刮不掉，刮不掉。我煮过了。不行，拿刀吧。拿刀。这个是没有自己做过，只能反复尝试摸索，所以在处理猪舌的时候花费了比较长的时间。然后用姜、葱、香料、花椒、辣椒进行香料卤水的方式，高压锅做到20分钟就可以了。卤完之后拌做椒麻，本身这种带内脏或者是边角余料呢，它有相互互补的作用。用葱叶加花椒做椒麻，葱叶清香味和花椒的麻味充分融合，产生一种裂变的椒麻味。And this is a sauce or a dipping, or he gonna put in later? 这个是打成酱 sauce 啊，好期待。Looking forward. 这个很香。对啊，辛苦。谢谢。周老师，为什么那个徐老师去之前要切，现在我们回来他还在切，这为什么要切？它的主要味道就是靠这个。啊，那不是要切这么久吗？要把花椒的味道全部弄出来。哦，要表现去把。对，粉碎机不行，估计。啊，粉碎机打出来不一样的。对，它太稀了。你打成止水都打出来。对的。出水了。Still chopping. 哇，快了，再细。天哪 ，Long time. 手工劳动啊。哇，这肯定练得很大呀。干厨师有时候还是要有点力气。Strong. When I first saw he was chopping, I didn't think much. But when 10 minutes passed, I look at him, he's still chopping. And then another 10 minutes passed, he's still chopping. I'm like, wow, he's very hold to his traditional ways of doing things, because that's become like a paste already. But this one is like chopped but mushy at the same time. So I think that's why he really stick to the traditional way of chopping like that, because he want that particular texture. 但是呢，老做椒麻，大家都这样做，规规矩矩做了几十年，有没有突破？本身这次比赛胜负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能不能够有突破？在传统的技法当中，味道当中有突破，我就试着去对比水果。猪舌做进椒麻之后，就留在口腔的浓郁度会高一些，用水果这种酸度去解它，我觉得是适合的。徐笑红，你还有3分钟时间。我判断了一下，因为当时可以选菠萝，但是菠萝有个问题，水分太重，还有小番茄、李子，但是都不太适合，所以就直接选了黄桃。黄桃偏甜，实际上有些山叶之味的话，跟这个配合在一起是比较好的。我觉得不管是比赛还是在餐厅，一定有创新。在一个紧张的情况下，在一个想突破的情况下，灵光一闪出来，我觉得挺好的。请徐笑红前往评审区进行分餐。我觉得他会吃到我们的舌头都像被椒麻了一样。凉菜，这么精致啊！
我这个是椒麻猪舌配黄桃，椒麻就是用花椒和葱叶调的清香麻的味道，因为黄桃偏甜，还有这种碱液的作用。魏老师，他们是要放在一起吃吗？对，可以一片这个一起吃。如果评委用餐完毕，请针对这道菜进行打分。加黄桃实际上是有点冒险的，但是呢，不管是比赛还是在餐厅，一定有创新。现在公布徐笑红的分数，他的平均分是8.5分。好，谢谢。猪舌的软度和熟度纤维的柔和度都非常好。猪舌的口感处理的恰到好处 ，Q 弹，有椒麻的味道，然后那个猪肉是嫩嫩的，有嚼劲，但是黄桃又软软的，两颗一起配在这个嘴巴的咀嚼的那个层次就非常丰富。就是您在这个剁这个酱的时候的这种匠心精神，真的是挺可贵的。但是我觉得椒麻的一个口感来讲还不够浓，没有那么的麻。And the peach is a very good idea, but it was a little bit disconnected. And the peach wasn't ripe enough, so there wasn't a lot of flavors to cut the spiciness. If the peach is more acidic or more sweet, I think it will be a bold contrast to the tongue. But now it's just there and doesn't make a lot of sense for me. 好，谢谢评委。今天呈现了这么多美食，估计观众看的都想找家美食店去解馋了。想要更真更全的美食推荐，就查高德扫街榜，这上面都是真导航到店、真信用评价、真熟客常去的店。10亿人用脚投票的真实榜单就是靠谱。哎呀，这个太难搞了，我跟你说，朋友们。因为这个猪舌我们也不怎么常用，所以呢，处理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有一些困难。那么觉得困难的之余呢，扬长避短吧，避免一下自己的弱点，所以呢，就把它压过了之后呢，再烧制、爆炒了一下。我就用了一些水啊，加了一些爆汁，加了一些什么香辛料、姜啊、葱根儿，去腥，然后压。看来大家都用上高压锅了。对，炒费劲啊。高压锅没高压锅，因为炒呢风险太大嘛，稍微火候过一点点就吃不动，就很老，所以他们一般呢就采取压的办法。那你要这样的话，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做的是炒的，就炒的嫩的话，如果炒的那那就出彩了。哦，那就出彩了。啊，这里面用的这个培根煮了水再焖这个饭，培根上面的油脂啊、烟熏味道、肥润那种感觉，咸鲜味会落在米饭里。所以它里面会有这种烟熏的味道，会有柴火感。那电饭煲有一档叫柴火饭嘛。香。然后将卤好的猪舌、芹菜、茭白、洋葱切块一起爆炒。我都加工的时候呢，味道重一点；炒的时候呢，也放了一些蒜蓉辣酱跟咖喱，避免呢有腥臊味啊这种腥气。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菜做的不是特别稳定，不100%有这个把握的时候呢，我觉得碳水呢直接一点，就是讨巧。哇，这股扑面而来、扑鼻而来的香味是谁的？就他吗？就是他。香香啊，必须的。哎，一个神奇的锅子。怎么说？我们小肥猪拌饭。就用猪舌跟芹菜还有茭白不同酱料混炒的，然后呢，我们拌一下一块来吃这个米饭。怎么只有5个碗的？只有5个碗吗？只有5个碗呢。还有一个是拿电饭煲是吧？你是不想给我吃的是不是？串串，你拿电饭煲。电饭煲吃的太夸张了。毛线，帮我拿个碗呗。这碗是给我的是吗？ Thank you。
碳水呢是拿培根的汤来焖的，它里面会有这种烟熏的味道，会有柴火感。这猪舌也挺有弹性的。我可以吃7、8碗饭。哎呦天哪！我好喜欢里面有脆脆的茭白，哇，茭白吗？茭白，茭白。好，够，是，我比刚刚还大碗。你又盛了一碗啊？没有啊，很大一碗。它，对，被发现了。饭呢？在那边。我也想再加一点。我是不是加的有点猛啊？来点饭。哇，更大碗，好吃。就真的。哈哈，讨巧了一下。所有评委都已经品尝完毕，请为这道菜进行评分。现在公布张志成的分数，他的平均分是8.85分。暂时最后一名，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我觉得志成你造成我职业生涯的一个困扰，因为我过几天要拍音乐录影带，新专辑的，吃与不吃这个中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刚刚，那你为什么吃2碗？但我选择了吃它，我真的觉得很好吃，整个味道非常的浓郁，你让我向食物低了头。谢谢。我觉得这个饭特别恐怖，因为一个饭它很下饭，它就不一般。我吃了那口饭之后，我要承认，我之前对他的臭鳜鱼的确声音大了点儿，因为我在来节目之前我就知道他是咱们节目组里面天才少年，所以呢对他会很挑剔，但是我就再怎么挑，那个饭也没得挑，糯叽叽的猪舌，香喷喷的米饭，一点点酱油口的那种调味儿。然后里面的茭白脆脆的，芹菜嚼起来很有意思，一口下去有糯的，有脆的，有香的米饭，你挑不出任何问题。对，它那个蔬菜啊，口感很好，能够综合掉这个油腻的感觉。它是用了培根来做它的做饭的一个汤水，所以说饭它也是很有底味的，吃起来就很香。谢谢大家。辉，出货，你是最高分的。出货。看一眼，老师好。看一眼，陶老师，哇，又来了一个，哎呀，陶老师就做一道菜，他先写一首诗在这里，狮头钗3头叶，一头是狮子头，一头是钗穗鱼头，一头是红趴整猪头。红趴整猪头里面就有猪舌，我们用来是红烧，因为趴猪脸没有猪头，那我正好看到了有红烧肉，有带皮的五花肉，红烧肉烧猪舌。淮扬菜在制作红烧类菜肴的时候，它的糖分会少一点，一般是用的冰糖炒制糖色。那红烧肉的滋润，让这个猪舌的这种油脂感更强。加了一个花生，妙舌花生，好事发生。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能把它做得更好。终于好了，我再做个包子给你尝。哦，要命了啊！哦，tongue dumpling. You always surprise us. Yes. What surprised me the most is how he managed to do the bun in 90 minutes. Because usually bun you need to rest the dough and let it rise and then prove it. 以前都是老窖调好的就提前和好，3个小时、4个小时让它慢慢醒发。那现在的工艺就是用泡打粉醒发，泡打粉跟酵母醒发，只要在温度适宜的40-50度的环境之下，20分钟就可以。
我说是简单，但真正你要去做的时候，你们那个手感，三光、面光、手光、案板光，那个动作练好就 OK。和好面了以后，放到了这个万能蒸烤箱的顶上，用白颜色的布一盖，就等于像被子一样的，就把这个温度完全的锁住在里面。我一摸，温的正好30度。烤箱的温度是无法控制的，烤箱外面的温度是可以控制的。它这个烤箱外面的温度正好是酵母醒发的温度。你要在特定的温度之下，还不一定能把酵母醒起来，因为酵母它是一个活性的，你直接放烤箱里去烤它，它的酵母不一定能全部发出来。20分钟面好了，拿出来以后发得很好。来吧，兄弟，开干！包包子吗？包包子啊，真厉害，这真牛啊！在馅料里面是可以包万物的。面点确实厉害，尤其中式面点，只要你有面，就什么都能做。对。哦，还生煎，嘿，太卷了啊！太卷了！我能出去摆摊吗？可以了啊！我卖串，你卖包子嘛，咱俩一起。哇，这是猪血包啊！对，太新颖，可以，可以，徐老师，啊，可以，没问题。这2道菜我是溯源传统，融入了淮扬菜的传统技艺3头宴的手法，把精致淮扬的鲜、甜、烂、软、酥体现出来，充分体现了它的传承，它的工匠精神。好，1、2，走。源自自然的精华，才是本味之鲜。要尝出食材自己的味道，我选李锦记薄盐生抽。黄金地带的阳光，酿就独特的岁月鲜香。鲜薄1分会失神，盐重1毫会夺味。减盐味更鲜，让道道菜都好吃。李锦记薄盐，全国销量第1。高德扫街榜，扫真导航到店才算数。高德扫街榜，扫真信用评价才算数。找好吃好住好玩的，就查高德扫街榜，更真更全的榜单就查高德扫街榜。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李锦记新厨酱，道道做出新厨味，中式酱料餐饮销售额第1，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营养均衡就吃基隆鱼1:1:1，基隆鱼1:1:1调和油，全球销量第1。老师好。您好。Hello。谢谢。这2道菜，一个是煎的方式，一个是红烧的方式。当你感受到酱香浓郁的红烧肉跟猪舌在一起的口感，猪舌入口即化。猪舌的味道很软嫩，很入味的。The tongue is very soft. 这皮真的直接就化在嘴里了。哇，好嫩哦！怎么可以嫩成这样子？一咬就直接就裂开了，然后这里边还是有嚼劲。猪舌的口感弹弹的，有韧劲儿的，我咬下去，它在我嘴里瞬间碎掉了。我说真的是太惊艳了。我想知道上海菜的红烧肉和扬州菜的红烧肉有什么区别吗？淮扬菜啊，它的糖分可能会少一点，在炒制糖色的时候，我们一般是用的冰糖，都能吃出来，太好吃了。绝了。所以这个猪舌也在包子。对，我把它切成了小丁，给大家看一看，能拍得到吗？对。外面那个皮真的是很厉害。好吃，毫无疑问。蒸煎它底下是脆脆的，然后中间是糯糯的，轻轻咬它就化掉了这种。完了，我的最高分又给他拿走了。高分收割机，这是。
包子我可以再尝一个吗？因为我刚才没试试什么味儿。可以，我拿一个给你。有几个来几个吧。送你个白鸭。谢谢。哦，谢谢。看那外面那个，哇，弄得真的是。要不要给你切一半？谢了兄弟，来，感恩你，哥，猛猛吃啊！不够，让我踏上不回头的路。别回头了，不回头吧就。对。评委品尝完毕后，请给这道菜评分。哦。现在公布陶晓东的分数，他的平均分是9.1分。一直处在淘汰位，心已经凉了半截了。第一轮我排在第一嘛，到了第3轮呢，我是排第3名，起起伏伏，会有压力。最后2名你就淘汰了。谢谢，陶老师，我都快成你粉丝了。我就觉得，从上午的菜到这个红烧肉和猪舌和这个生煎包，我觉得一直都在惊喜加惊喜。猪舌真的可以这么烂，然后这么。真是既美味又安心。我觉得您的水准一直以来都真的是非常的有底蕴。我觉得这个底蕴也是您自身这么多年去研究美食、去热爱、去深挖所有的我们中华美食文化的意义，所以您能够贡献出这么好的作品，我觉得真的很让人感动。这道菜的名字非常好，妙舌生花。祝各位老师一路生发，一路发发，谢谢，谢谢。油，太油了。师傅，这不好比啊，这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个1个半小时，包子也包出来了，这太狂了啊！混饭吃的，甭管好吃不好吃，你这速度现在可超神了，在行业内。这生煎包太快了，8克酵母发这么狠，拿什么发的？因为没醒发香。你现在这个做饭有点让我刮目相看，这神速了已经。那小胖看我的是不可思议，你这个速度不可能，一般的厨师是不敢做的。我呢有3年做面点的经验，那时候我才刚刚20多岁，进厨房的第一件事情，先去和3年面，那跟面打交道是完全一个拿手绝活。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的，我的大脑一片空白。It's pork tongue。这个食材真的是我没有做过，就完全没有理解。你知道厨师有个习惯，就是当你遇到你完全没有吃过的食材的时候呢，我们会先白水煮熟，然后去尝一下它，才决定它怎么做。味道是食材本身带来的，通过什么样的技巧来让这个味道最大的能够让客人品尝到，
这才是厨师的工作。我就想用更自然的方式去呈现给大家。先料酒焯了一遍猪舌，再用蔬菜的边角料用高压锅压一道，腥味给处理掉。再会有一个日式的出汁，还有一些蘑菇，然后很多的酒和料酒，做蔬菜汤。猪舌煮过2遍以后呢，再放入蔬菜汤里面继续煮，最后再放到高压锅里压1遍。最后会用到了一个日式的打细去做了一个调味儿。食材和食材之间，它是可以去融合搭配的，没有就一定是需要人为带给它的干预。所以我想能够之后带来菜品更自然，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真的食材的风土。请花莽莽大厨分餐，很健康的感觉。它总是出其不意的啊！这是一道冷菜还是汤？我其实很期待花莽莽的猪舌，因为我上午被他那个辣椒的 butter 给震撼到了。哎，我觉得他很聪明。花莽莽大厨在他前2轮比赛当中，其实发挥的还是很好的，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其实还挺高的。我在最大化保留猪舌本味的基础上，用了很多天然的蔬菜，去赋予猪舌本味以外自然的鲜甜感。经评委们进行打分，肯定还是一直想赢下去。一直在最后1名的位置上，真的让人很有压力。离晋级就差1位，希望能尽快摆脱淘汰的压力。花莽莽大厨的平均分是7.7分。其实我特别期待你带来的菜品。但你知道我第一口喝这个汤的时候，我没有任何防备啊，我这一大口下去，我现在嗓子还是紧的，就是它真的太甜了，它甜的有点不合理。它没有让我觉得它的本味很浓，而是调了过度的味道。Vegetables on a dish is like vegetables that you use to cook the stock, like mirepoix. So for me, the vegetable is like mushy already. I think this round he really messed it up. 好，谢谢。意料之内，我给我自己打分的话，5分都没有。当你做你熟悉的食材的时候，我的排名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当遇到这种完全不熟悉，然后又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我可能整个呈现出来的东西就很差。我觉得在临场发挥这方面还是挺欠缺的。我是挺忐忑的，你凡是跟内脏有关的，我都是不吃的。对于我来讲，一个不喜欢的食材，其实会有点后怕。这就像到了一个鬼屋，给你来个惊悚感觉。我开始做这道菜的前5分钟，这个菜品最终出来什么样子，我完全不知道。用90分钟要去把控一道我完全没有碰过的原材料，无论是心情还是心理上，都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作为一个厨师，我必须要去烹饪每一道食材。如果这是我不使用的菜品，我想要吃的话，我会做出怎样的口味？最后，我还是希望用自己传统的烹饪技艺，加上自己喜欢的口味，用红烧的方式来烹饪它。因为我知道它的质地是非常紧密，然后在短时间里面你要给它吸到很多味道，那我就要通过2次去处理它的味道。在锅中烧一个卤这个猪舌的卤水，然后一起倒入高压锅中去压了25分钟。第2次加工的时候，我有把那个独蒜油给炸过，去熬了一个烧猪舌的汁水，有姜片、金葱段和干辣椒，
制成了一个酱红色的汤汁，让它慢慢收浓。然后把高压锅里面煲好的猪舌再倒入这个浓汤里面，让它再去做一个套味。然后套味的同时，我又加入了之前熬的那个香油，用葱去调了一个香油。那我就觉得汁水的香气肯定是 OK 了。用平底锅煎制配菜的小蘑菇跟彩椒，等收汁定型了以后，那就可以去摆盘了。秦卓南还有最后6分钟，还有6分钟，6分钟，还有6分钟。他说什么我听不见，他说什么我听不见。当时处于一个很紧张的状态，所以对外界的反应很迟钝。还有6分钟啊，6分钟。OK， 因为也是最后一个环节了，我对自己有一个极限性的硬推吧，也是我把自己推到了一个紧迫和紧张的一个阶段里面。最后20秒。极限挑战自我去完成这道菜品，是我那么多年的仅有一次。经秦卓南进行分餐。这个菜的名字是刚起，叫我愿意。因为这个食材是我不食用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厨师，我必须要去烹饪每一道食材，我就做了这么一道我愿意吃的口舌。谢谢。为什么流眼泪嘞？因为每一次选择其实很难，特别是要面对自己一个怎么讲，可以是去挑战自己的时候，它可能就像一个过山车，是一种胆怯。但是我在努力，愿意为我的职业，愿意为我的烹饪，我的理想去一直去付出。当这个菜我在装盘的瞬间，我觉得我战斗到了最后1分钟。I cannot see people cry. 他在哭之前，我看他很专注的在做菜，我一点没有察觉到他是带着情绪的。直到菜端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绷不住那一刻，他真的是有在用自己的意志和对这个烹饪的热爱支撑他完成了这一道菜品。就我今天的那几个环节，其实就是我说了嘛，有上有下，到最后其实我一直是紧绷在那里，我是挺忐忑的。是这个菜取名我愿意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告诉了自己，我今天可以画一个句号，我也告诉自己我已经做得挺好的了。继续。The most thing that impressed me is that she admits that she was facing challenges, but she didn't give up. And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ecause there's going to be times that you feel you cannot turn anywhere anymore. But if you never give up, I'm sure there's going to be light for you to walk to. 请评委们品尝。
品尝完毕后，请评委们就这道菜进行评分。评分让我挺担心的。秦卓南平均分8.57。我觉得你也不用太自我怀疑哦，我觉得这个还是水准之上的，这还是水准之上。我觉得那个猪舌，它其实你烹饪的时间节点非常好，2块都是很软糯的，配的蒜，配的那个蘑菇、辣椒和这个蔬菜很清爽。 The sauce really enhanced the flavor of the tongue. It looks sweet, but it's not too sweet. So I think for first time she did really, really well. 是的。顾里你剩我一个人了，就感觉全村的希望在你身上。哎呀，就压力蛮大的，对，压力蛮大。然后这个猪舌，我自己确实没有烹饪过它，因为猪舌的处理其实非常的复杂，在处理上面就是耽误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怎么去给它味道，还是知道的，就是时间概念，把控它是有点压力的。我是最后一个，所以呢，不管选什么食材，这一场都要做姜辣风味。因为大家吃了很多的桂鱼，这个我想综合一下大家体内的寒性，姜辣是祛湿的作用。姜辣风味猪舌的烹饪方法，首先要调制卤水，这里我们用到的香料是八角、桂皮、香叶、白芷等香料，以及一些蔬菜，洋葱、香芹、葱姜，然后进行调味。再次将猪舌放入卤水中，用高压锅压制30分钟，确保猪舌充分入味。第3步，炒至姜辣风味，锅中放入姜片、干辣椒，煸出香味。倒入卤制的猪舌原汤汁，将卤好的猪舌切成厚片，跟姜辣汁一起大火煮沸，汤汁收稠即可。江湖食人鱼还有最后3分钟。有信心还是有信心，就是时间让我没有信心，把控时间是有点压力的。江湖食人鱼还有最后1分钟。于大哥这个手抖，就到最后装盘的细节就会受到影响，就是耽误时间。你要摆上去，老摆不上去。还有最后30秒。还有最后10秒的时间。别吓我！请江湖食人鱼进行分餐。品尝完之后，请评委们进行打分。评分结束。我很喜欢那个湖南菜，然后姜辣这口味很久都没有吃到这么正宗的了。我个人很喜欢这道菜。我把所有的姜都吃完了，那个姜真的很好吃。它辣了不燥，叫辣不燥，那说明你这个辣调的是非常的到位的。我就老实讲了，就不错吃，但也没有特别好吃，就是这个口味有点单调。它相对来讲，确实在口感上我会觉得普通了一点，就它的层次不够复杂。And when I taste it,
It has flavors, but I feel the glaze didn't really get through to the pork tongue. 江湖食人鱼最终的平均分是，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共同奋斗过的宿主们。我想走下去，会有些忐忑吧，但这种时候只能相信自己了。江湖食人鱼平均分8.48。毛新老师只跟江湖食人鱼差了0.08。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毛新的啦，他让我有原来猪舌可以这么美味的那种感觉。很开心能来到白厨大战，经历了很多嘛，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厨师朋友，看到各位前辈、同辈或者是后辈。能感受到同行之间的力量的传递吧，所以很珍惜这次机会，也希望留下的5个大厨继续努力，争取夺冠。感谢毛新，请毛新离场。兄弟啊，你走了，我们不好玩了啊！好。走啦！加油！我觉得淘汰不是一个特别可惜的事儿，因为冠军只有一个。我来了就是想展现我想展现的东西，我想通过这个食材能够阐述一些我对这个行业的一些理解，可能就够了。无所谓输赢了，反正我想做的就做了，我想说的说了，就可以了。花茫茫真的让我很惊讶，我觉得他未来一定会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厨师。很开心，就是我觉得我能走到这一轮，我已经很幸运了。在这个不长的时间里面能够认识各位，是我觉得来参加这档节目最值得的事情。我很荣幸认识大家，谢谢。花茫茫大厨，请离开现场。我其实一个不是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但这次来真的，我们宿厨的队伍就是宝岛，还有于哥，还有欧吉哥对我这种照顾，真的是我很多年都没有感受过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好的。那第3轮比拼已经结束了，然后依据评委的打分情况，获得第1名的是陶晓东。其实最坎坷的应该是陶老师，第2轮他就被我说菠萝蜜不好吃，3道都不好吃，因为团队赛成绩也不是那么好。第3名7吃88阳光餐厅，到上一轮的爆改小吃，4位要淘汰3位，所以只要有任何的突发状况，他一个手误可能就会面临要离开节目。但是还好他留下来了，他后面这3轮打得太漂亮，每一道菜都是惊为天人。我觉得我是真的是用心去做的，从桂鱼狮的头到瓜浆鱼丝2面黄，再到妙舌生花，这3个层次的递进，都把每一个层次的口味、风味、呈现方式做了一些修改，去拿第1。我真的是有想法的，是用心去设计的产品。第2名是张志成，第3名秦卓南，第4名徐少红老师，第5名江湖食人鱼。现在场上所剩的就是炙热游戏百厨大战的年度5强。在终极对决之前，让我们用常州千年饮食文化为5强积蓄能量，请品味饭到羹鱼不时不食的江南舌尖美学。丰盛啊！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常州豆腐汤、荷塘水晶虾仁、花雕酒醉香鸡、清炒翡翠丝、天目湖砂锅鱼头、常州萝卜干菜炒饭、名都金玉蟹黄包。常州美食江南味啊！哇，这局汤，
汤醇味美，非常的鲜。正如常州用三江汇流孕育百味，期待各位在决赛呈现更极致的融合创新。好，谢谢。经过扣人心弦的激烈角逐，宿厨们也将在今天迎来真实姓名的揭晓时刻。江湖食人鱼，他的名字是于宗义。他最惊艳我的那一次，就是在双人 PK 的时候，他做的石头鱼非常的好吃。他一路走来也有一点点惊险，但是也展现他是有一个非常合格的厨师的这个实力。所以他今天能拿到他的自己的名字挂上去的时候，我是有点感动的。其实他的起伏是很大的，被淘汰过，活塞，然后再进来，一路赛程过来，也非常的不容易了。衷心的祝愿他们代表宿厨继续展现精湛的厨艺。就剩我一个人了，5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就我一个人穿白衣服的，就始终还处于宿厨和新厨去对决的那种心态，你知道吗？好歹有一个我在。恭喜5位进入5强，也代表总决赛正式要来临了。你们的辛苦付出有这个收获了。当然总决赛，我想节目组应该不会再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那个了，让你放手，让你们去把你们的厨艺完全的展现给我们，在总决赛的夜晚，加油，恭喜！下一场终极对决，谁能以最惊艳的料理征服全场？谁又将加冕本届厨王桂冠？竞争会很激烈，但我会做好准备。进入总决赛的话，比的就是你自己吧。来都来了，不要留遗憾吧。肯定做充分准备，尽量去争取更好的成绩。请共同期待，他们向冠军宝座发起最后的冲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干烧桂鱼家庭简易版。桂鱼腌制了10分钟，我们会用到李锦记的旧庄蚝油。李锦记的蚝油啊，都是新鲜生蚝熬煮而成，蚝质浓度高，高温耐煮，提鲜不抢味。李锦记香辣酱的红油下锅后啊，瞬间就会有香味出来，在厨房外都能闻到。这种干烧的搭配，在家里做任何鱼虾海鲜都非常的合适。历经激烈的角逐，最终诞生了5位进入总决赛的主厨。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厨王的加冕。我是行业评委梁子庚，我是马迪，挺兴奋的，可以吃到很多奇妙的味道。本次总决赛的主题为命运盛宴。这个转盘非常有随机性，对师傅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熬底要肉，不要萝卜跟大白菜。肉，哇！这极限挑战啊，不是一般的难度哦。倒计时开始，时间好紧，所有的准备工作的时间一定要紧凑。机器咋不动呢？没有电。小鱼，你有看到过生粉吗？生粉没看到了。不会吧？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我的舌头有点苦。现在才开始炒啊，有点慌了呀，这个就翻车了呀。背负着大家的期望在这里，还是得拼一拼。特别开心，在这个地方做饭做了这么多期，既然能走到总决赛的舞台上来，鼓足勇气一定要拿下！哇塞，全部起立！哇，不管从视觉还是味觉上，都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太准确了，吃得很过瘾。